眼前这座古城向来拥有中国朝香的美誉，它不仅是绝佳的钱塘观潮点位，更是一个坐拥很多文化历史遗迹的地方。乾隆的绯闻生父陈元龙的故居就在这座古城之内，它就是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的盐官。此城始建于公元655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盐官这个名字的历史那就更长了，在西汉时期，吴王刘濞设司盐之官于此，所以盐官这个地名也就沿用了2200多年。如今这边仍然拥有大量的古迹遗存，刚才提到的陈阁老宅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我们今天就来盘点城中的14处古迹看点，来回溯这座江畔古城的前世今生。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位于浙江海宁的盐官古城潮越之城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如果你要去盐官古城潮越之城，从杭州出发的话，自驾几十公里就能到。如果不自驾，也可以坐杭海城际铁路过去。到盐官站下来之后，就可以换乘潮巴了。这是一种海宁的特色公交，能网约的那种，既便宜又方便。古城内有不少的小饭馆，吃饭也是很方便的。古城内最不容错过的历史看点便是海神庙了。此庙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是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亲自选址并监督建造的。内中供奉浙海之神，也就是钱塘江海神。根据资料记载，在咸丰年间，其部分建筑毁于战火之间。我大致对了对资料，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时，忠王李秀成恰好在这时候在浙江打过仗，这就对得上了。到了同治年间，官方又重建了此处的建筑，虽然建筑的规模比最初的版本差了不少，但如今这建筑的观感也当得起气势恢宏这4个字。下一处重要的看点是陈阁老宅。提到陈阁老，就不得不提到民间关于乾隆身世的种种传说，什么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啦，什么乾隆和陈家洛是兄弟啦，这个事儿也很难评。毕竟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总去陈阁老家里住着，这么一来二去，就难免滋生出各种传闻来。而我们可以确定的历史是，陈家不只出了一位阁老，而是一门3阁老，6部5尚书。在明清两朝，他们家连续13代都有功名，这就是名门望族的实力。因为有些关键的知识技巧根本就没被写在4书5经里，这全靠族里有出息的人来口传心授。沿着陈阁老宅门前的这条街一路走到水边，就来到了御码头。相传这是乾隆南巡时上路下船的码头，这个位置是合理的，因为它距离陈阁老宅非常近，去陈阁老宅也方便。时至如今，我们也能看到游客乘坐的小船在这边来来往往，甚至这边还有方便小船靠岸的设施，这就是时代的进步。以前皇帝用的码头，如今你我都能用了。金庸书院又是这里的一处重要看点。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金庸，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人均知道金庸。他未必是乾隆身世传说的原创者，但绝对是这个传说的大力宣传者。《书剑恩仇录》这本书可把这个传说的知名度给大大提升了。金庸原名查良镛，他的祖上查家就是海宁的世家大族，在清代其族内子弟多有功名，而整个家族也得到过康熙的赞誉，所以《鹿鼎记》中对康熙的描写本身也是有点耐人寻味的。说完这几处人气比较高的古迹和看点，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地方。盐官古城北侧的拱辰门是海宁州旧城遗址的一部分，这是从元代遗留至今的古老城门，迄今已有600年左右的历史。以前这边是一个水门，人们要划船经过此地，如今这边仍然是一座水门，而且上面爬满了绿藤，有一种历史已矣新生长存的感觉。有历史的地方绝不止拱辰门这一处。盐官古城的城隍庙始建于北宋年间，现存的建筑则是清代重修的建筑。2003年又做了一次彻头彻尾的修缮，最终变成了我们眼前看到的样子。庙里供奉的城隍老爷是浙江当地的一位讲义气的官员，因为私自打开官仓拯救当地的居民，所以获罪致死，之后便被百姓奉为城隍爷。除了城隍庙之外，城里还有一座五土庙，庙内现存的建筑是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建筑，在近些年又做了修缮。什么叫五土呢？因为这庙里边供奉的是代表5方位的黄地、青地、赤地、白地、黑地，它们被合称为5分土地，所以叫做五土庙。它们本身也是土地信仰的一部分。
而这种信仰正脱胎于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城中闲逛时，我还发现了王国维故居，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院子，但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个院子是王国维青少年时期住的地方，建造者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如今这套故居之内，有些地方是按照王国维孙女的回忆所做的初步复原，而其余地方所陈列的知识展牌则概述了王国维一生的经历。我们可以在这里追溯那位文学巨匠的前世今生。王国维故居方向的附近有一棵千年老樟树，它已经有了1012年历史。在2017年，它被确定为海宁市一级古树，而这个树龄慢说是在海宁市，就是在全国，这个树龄也是相当珍贵的了。城内有家产业叫做裕丰酱园，这是徐志摩祖父徐兴袍于清道光年间创下的酱园，截止到现在，它已经有了将近200年的历史。据说这些酱料要在露天晒场晒足6-7个月才能做成高品质的酱料，那么广告里说的晒足180天，看来也是有依据的。如今的裕丰酱园仍然在出产酱料，在旁边的同名店铺里就能买得到。城中有座警察署，这个名字听起来可有点年头了，这其实是民国期间的一种称呼，里边的警察和如今一样，也是负责当地的治安。如今这个部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安局了。警察署的红房子是它的主要建筑，我直奔2楼的军械库就去了。军械库里有枪不稀奇，稀奇的是这边居然还有大炮。以前的警察署都这么猛吗？说了武再说文，盐官古城内的孔庙学宫，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之后多次被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近些年重建的版本，而过往的真古迹只剩下一些地上的石头废墟以及建筑廊下的重修古碑了。至于孔庙是新的还是老的，这并不重要，只要还有人在赶考，只要一代代的人还有金榜题名的刚需，那么孔庙的香火自然也会长盛不衰。而盐官城里还真有不少读书厉害的人。现在我们来到郑小仓故居，来说一说故主郑小仓教授是一位怎样的学霸。他在考进清华之后，又到国外去留学，在返回祖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当中，并为后世的教育从业者打下来了不少基础。同时他还翻译了很多国外的名著，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最后我们来到音乐之家博物馆，这是亚洲唯一一家经奥地利音乐之家授权的互动式音乐体验博物馆，它就位于景区内主唱音乐度假酒店的地下1层。酒店下边竟然能隐藏一家这么有趣的博物馆，可惜我没法在视频里把我身临其境的体验表达出来，因为这个体验不能纯靠眼睛观看，得到现场聆听才更完整。那没得说，就欢迎你们到现场来亲身体验吧。至此我们就基本逛完了盐官古城，这边的古迹看点真不少，不过以上这些只不过是概述，将来等我闲下来得给这边的某些地方单独出视频，尤其是陈阁老宅和海神庙，这2个地方的看点很多，值得细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期待一下。当初这些地方都是分着卖票的，如果想一趟集齐，基本上是100块有上没下，但如今他们都被整合在了盐官古城之内，有个60元通票就都能搞定了。如果你住在杭州或者上海，打算5一出来访个古，不妨就来到这座古城中，看那些过客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从千百年前的历史一路看到如今，想来这也将是一段不同的旅行体验。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